这个形意拳呢，我们练这个呢，主要是宋式形意拳。这个宋式形意拳呢，到卢老这时候呢，也已经就变了，就是跟现在的宋式形意拳，跟宋光华他们传那个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训练方式呢，还是按照他那个宋式传那种训练方式来走的，但是里面内在的东西有点变了。基本上，过去还有杂式锤什么的很多，但是有些咱考虑有的东西就是套路太多，没太大意义。但是为了增加呢这个孩子们这个学习的兴趣呢，哎，多编点套路吧。那孩子好就喜欢学嘛，不是？形意拳呢，它是直来直去的，它对战特点，它直来直去，它不是像那个外压拳什么这个拳啪挑砸什么八极拳哐顶啊，它没有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上来就是体现劲力的指法。你看啊，一般的拳它讲招法招式，形意拳它讲劲力。现在我就是偶然的这劲力能体现出来，但是呢，武术不能是偶然，这必然才行了，是吧？但是那个门槛吧，要实话实讲，那个门槛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但是就差那么一点，你就不好进，不好卖不进去，不好卖。但也许呢，今年，也许明年，也许后年，也许这一生，这个基本理论呢，就是这样：肌肉、骨骼、内脏、呼吸、意识。意识就是也算条件反射也好，算什么也好吧。就是你站那，你起码你得知道这个。他这个合理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位置对不对呀？你这个手出去，对是不对？均衡不均衡？是地心引力造成的。就是这个卢老啊，他是这个结构啊，他一是他就是他判断出这个结构合理不合理，我这个姿势出来抗击多大的阻力，他都是经过计算出来的。其实呢，这个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它是遵循了一种仿生学的途径来走的。仿生学的途径啊，你比如说迈步，人一般迈步他都不练武术都不注意，都是脚就迈过去了。其实卢老提个观点，你这个步，你必须向老虎那步学习，你这劲力你才对。他仿生学仿动物，他不是仿的动物的外在，他学就是你仿它是动物的内在机制，你得合理。所以加上这结构合理性，你说动物它没练过这中心大东西，你说它那么厉害，它这种本能吧，它本能的结构就合理呀。我师傅讲了一句话，就说英国一个病理学家叫贝弗里奇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凡是这个四肢的动物，还有婴幼儿身上都发现了万有引力。他这万有引力不是说牛顿的那个万有引力，他万有引力。我当时突然就明白这个卢老为什么仿生学的途径。第一，他劲力肯定跟大人都不太一样。第二，呼吸，你看啊，婴幼儿，尤其越小的孩子，他躺上睡觉，你看他呼吸，你要仔细观察，他一吸一呼，那屁股蛋都跟着动。大人反过来一直立之后都是劲儿，都劲儿了，这都不管用了，都没用了。我师傅给取了一个名称叫全域式，就全领域式的全域式呼吸，对吧？整个量就大了。你这是局部，这是整体呀，啊，从吸呼、吐纳导引到用力的方式。都是仿生学的途径。这个人体结构呢，就跟你盖房，类似你盖房一样，盖房结构对了，你才能耸立。我站个桩，假如说你要是4米8往下站着，你这结构就不算太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当你接触到外来阻力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克制？对吧？什么叫武术？武术与舞蹈的动作区别在哪儿？他们俩区别在于，武术动作出来能克制外来阻力，那么你的结构的合理性，你才能克制外来阻力，对不对？你把你摆一个单独摆一个动作，你摆出来之后，
对方啪一拍你，来个力，对方就是反作用力回去了，那么说明这动作是对的，你结构是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这结构呢，不光说是你外形这结构对了还不行，你盖房也是一样，有个结构力学，还有一个材料力学，对不对？作为人体材料是什么材料？筋骨肉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你这肉你得充分的牵张，你才能达到那种感觉，那种刚性的那种力量，是不是？